太检领导人28日赴马会谈，停火在即。泰国与柬埔寨之间的边境冲突威胁数万民众的生命安全。7月28日，两国领导人赴马来西亚谈判，一个承载和平希望的关键时刻即将到来。停火协议能否真的达成？和平是否已经在路上？让我们继续往下看。我们来回顾一下事情的起因和冲突的严重程度。这场冲突从7月24日开始全面升级，位于泰柬边境争议地区的激烈炮战让百姓从惊慌中走向绝乱。这不仅是一次军事对峙，更是一场摧毁性的人道主义危机。从数据来看，仅仅过去4天，冲突已经导致超过30人丧生，其中有21名平民。这意味着流失的生命不仅在战场上，更在那些无辜的家里。更令人揪心的是，20多万人被迫逃离家园。此外，此次战火还摧毁了至少600所学校，让超过15万名学生无法正常上课。这对教育造成的影响，可能远比冲突本身的余波更为深远。既然两国领导人都曾表态支持停火，那为什么边境的战火却从未停息？事情的复杂性远超我们的表面想象。在7月28日凌晨，战斗仍未平息。据报道，双方军队互相指责对方率先开火，泰国指控柬埔寨彻夜不间断炮击，检方则强烈谴责泰国在凌晨发动了新的军事行动。可以说，两国充满火药味的对话，可能是谈判能否成功的最大阻碍之一。从具体伤亡数字来看，冲突的惨烈程度令人震惊。泰国方面已确认14名平民在冲突中死亡，另有8名士兵阵亡，总计超过37人受伤。而柬埔寨的边境居民中，有超过14万人被迫撤离，流离失所，卫生和食品问题正变得越发严重。现在问题来了，两国的火拼背后究竟有哪些复杂的历史纠葛？又是否真能通过一次谈判来化解分歧？除此之外，还有谁能成为撮合两国停火的关键人物呢？让我们继续探讨马来西亚这次不再旁观，亚细安轮值主席国身份的赋能，加上马来西亚首相安华的积极推动，让他成为这场谈判的核心调解者。那么，为什么是马来西亚能够站出来？首先要提到安华首相的外交影响力。据泰国外交部的一份声明表示，两国领导人对马方充分信任，并直接请求安华在这场停火会谈中担任调解人。其次，马来西亚的中立地位也是促成和平的关键。相比于其他亚细安成员国，泰与各方都保持了较为友好的关系。在具体谈判策略上，安华团队已经制定了初步路线，以最快速度促成停火协议，并依托泰柬边境委员会设置长期磋商机制。那么，这一策略够有效吗？国际社会又是否支持这样的解决方式？美国和中国的介入可能才是影响局势的最大因素。我们来看看国际力量对这场冲突的关注。就在两国领导人即将会谈之际，国际社会并没有选择站在局外，而是纷纷发声。首先是美国方面，美国国务院已经派出高级外交官抵达马来西亚，与马方一同推动议程。特朗普公开呼吁，敦促各方必须立即终止冲突，并表示只有迅速达成停火，才能稳救正在恶化的局面。可以说，美国的强烈干预可能是一场双刃剑，既可能推动谈判达成，也可能激化双方的不信任。接下来是中国，虽然中国对目前局势没有放出正式声明，但专家分析认为，泰柬边境的稳定与整个南海地区的地缘局势密切相关。中国可能考虑通过亚细安机制来间接参与，这也让未来的谈判变得更加复杂。你认为国际介入会给这次谈判带来帮助，还是会让局势更加扑朔迷离呢？我们继续往下进入谈判现场。这次谈判有哪些关键内容呢？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，双方的谈判将主要围绕2大议题展开。第一是争取迅速达成停火协议，让边境战火彻底熄灭。第二则是商讨设立长期解决机制，特别是依托泰柬边境委员会来讨论具体方案。然而，谈判的压力可想而知。几乎所有的目光都投向了吉隆坡的这间会议室，但边境的冲突却还在持续。谈判能否真的成为和平的曙光？目前最大的关键是谈判是否有效。可以肯定的是，这场战争的走向关乎数百万人的命运。那么您怎么看这场谈判？您认为马来西亚的调停能否真正推动和平，还是国际力量的复杂介入将给局势带来更多挑战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您的看法。分享给更多关注国际局势的朋友，共同关注泰柬边境冲突最新进展。同时，
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第一时间掌握太检边境冲突的所有最新动态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愿和平早日到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